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想为各位介绍的是参数的一些设定。那因为我最近升级了那个 Marty 12K 啦，那升级过程其实不会很复杂啦。不过因为我升级完了之后呢，我就是在我的切片软体上，我直接把我旧的机器删除。那删除了之后呢，我的数值啊，还有支撑的设定都全部不见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就把它全部设定回来，然后顺便把它整理一下，介绍给一些朋友知道说，其实支撑的设定其实没有很复杂啦。嘿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我这一篇主要是要介绍支撑。那因为是 Marty 12K 的升级，所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说大概它列印出来的状况怎么样。首先是品质的部分，大概像这样哦。这个套件呢，你去那个普罗森的一个那个叫 Pixel Up 的就有了。这是免费的。我测试的是第一次买的这种，就是那个他们是写红褐色吧，红褐色的数值，那红褐色的数值列出来就是这样子。再来就是说速度的部分，它官方写的速度真的是可以达到这个水准啊，真的没有错。只是说如果说你，因为其实它跟我们一开始使用的那速度真的差太多了，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那你可能一开始你设定下去会变这样。应该很清楚嘛，听起来就好像有敲击的声音。但是如果说你设定好正常之后呢，那大概会变这样。它整个列印是没有那种敲击的声音。以前我们在用 FEP 离心膜或是 NFEP 离心膜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大概离心的时候要有声音，才是代表说这个离心膜是健康的。那以后呢，可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以后呢，如果说你是使用 ACF 离心膜的，可能它在离膜过程其实应该是没有声音的。那这个为什么会有声音呢？其实就是说，因为速度调得很快，因为这个不是 S 系列啊，这不是 S 系列。那我这边的数值没有加很多，所以你看这块板子是在这边，结果它往下要压入树脂槽的树脂的时候，它就顺便把空气也再压下去了。所以就会好像我们有些人那种什么就是跳水啊，直接就很快的速度直接撞击水面的那种，就是一个撞击力就对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真的要调到那么快的速度，那你的力轴呢，就是要整根树脂要上好上满，要上油。然后另外是你的料槽的数值呢，就是不要太少，尽量让这个板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在液体里面。如果说你力轴没有上好油呢，就会像这个一样。我这边呢，这边我不知道各位这样看得出来吗？这边有一条，那个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的数值，就是说我的力轴没有把油上好，那结果它到某一个地方它就出现这样一条。你看这边也是，这个也是，当然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样。其实我觉得大概再发展一下去，可能就可以去制作那种不会出油的 PVC 了吧。好等一下就是说这篇主要讲的重点，就说是有关于支撑的一些设定介绍的部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让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支撑的部分。那先从参数开始讲。以前呢，我使用 NFEP 离心膜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参数调过，只是说现在等于是完全要重新建立一次。那不管哪一套切片软体应该都一样，他们都预设提供给你3种支撑，就是重的、中的跟最轻的。那其实调整支撑呢，就是说把最重的支撑的参数，我是直接把它减半了。那设定一个叫主支撑的参数，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大概是这样。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
然后呢，就这个接触形状的部分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你是用无的话呢，就是说它会表面上比较会出现凹洞，啊，你用球的话，你就说它比较不会出现凹洞，那可能就是会凸一块，嘿，那主支撑怎么用？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像这个零件啊，这个零件你就是把它直接加在这边就可以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然后就灯，就随便大概加一下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。那像这只脚呢？这只脚是我去年的时候拍影片的时候就找到的档案啦，连结我会放在那个底下里面。那其实这个脚，你如果去看到有人就是比较更复杂一点，就是说这个脚是弯曲的，但是其实现在你去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呢，你可能在弯曲的地方，你只要加一点点支撑就好，那主支撑就加在这里。那你去列印呢，你会发现说它拉得住，它拉得住，啊，你这边就会完全都没有那种什么坑坑洞洞，什么都没有，主支撑就主要就是要这样用的。好，接下来要下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讲解下一个呢，我直接拿，我拿这个来讲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设另外一个最小的支撑，主要就是参考这一个，因为其实初中轻，其实我通常会用的是主支撑，然后这个是轻支撑，就是这两个而已，我们就是把它调细这样子而已。那像这个的话呢，调细的又分两种，一种就是这个贴底用的，一种就是这样子没有贴底的。两个其实只是差别在翼轴的提升高度，因为这个是底座啦齁，那我直接用贴底的。因为这是从那个 Pixel Up 那边有抓来的，它有把人物跟底座分开啊。可是如果说你去找一些平常人家 free 出来的就是说免费让人家下载，通常没有那么好心，他会把人物跟底座直接连在一起放。像这种呢，其实这种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底座让它贴底印出来。那贴底用的支撑的就是这个，那我用法就只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你看它都帮你架好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去按那个 Ctrl 1，那你看这个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动，就是说不要让它跟底座接在一起。别让它不要跟底座接在一起。当然你要再加也可以啦，你要再增加也可以啦。这个就是细支撑。那这个细支撑呢，跟刚才那个主支撑比较起来，就是说这个细支撑我会用自动，然后呢，如果是主支撑呢，我会手动。等一下下一步呢，就是说会介绍主支撑跟这个细支撑一起合并使用的方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讲一下我经常用的方式。那像这个我就用这个最细的。那你看这个最细的这个，它接触直径的时候，这个是要 0.03。当然这个参数只是参考啦，因为我不晓得你列印的物件大概是怎么样子，只是说我经常用的这种方式。那最细的就是说，我就会直接给它按这样子，自动。好，你看自动它就会架设完了。可是呢，你这样子做呢，其实它通常是拉不住啦。
啊，这时候我就会再设这个。那主支撑呢，我就会直接去找一个，就说它底部的部分，同时这是在底部的部分。比如说脚的部分，我可能就随便找的地方就给它设几根，好，脚掌的部分就设几根，就大概这样。这是我经常在用的方式啦，就是说我让它自动支撑、细支撑，去把很多地方都布好了。然后呢，我再挑几个我觉得就是它的最主要的受力点的部分，这边再给它加粗的支撑，去把它拉住，然后就变这样，就变这样，就变这样。这样拉出来是蛮漂亮的啦，这就是我主要的用法。那你看主支撑的参数，其实这个地方接触直径跟这里都是这样子。你在调参数，其实就只主要是调这边而已啦，就是调这边而已啦。你看那个小的这个就是这样，差很多嘛。你看它接触直径是0.03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我还在调的，因为我先把那个机器删掉之后，我的那个参数就是都不见了。我这个整个有点像在靠回忆啦。我记得我一开始那时候用的主要是用的是这个比较多，就接触直径是0.1，这个用比较多。不过现在换 ACF 离心膜，我在测试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拉得住、印得出来的啦。等一下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说要讲一下一些注意的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讲一下有些可能比较会让你失败的地方，像这个这个喷射孔，你看我这边是封起来的。那如果说你这样直接列印的话呢，你在底下架支撑的话呢，它到最后里面会充满了料，那这个呢，它可能就会撑不住掉下来。如果说你是这边是有点类似球状的，它就有点像是里面有点算是真空状态，那时候就会有些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变形。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些变形，通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说你让这边是密封的。你到最后这边整个封起来，这种会出问题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翻过来。然后另外是这个机器的零件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一种零件呢，我会把主支撑就是架在这种地方你看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就细支撑的就也可以架在边边就好了。这样是拉得住的，拉住就会像这个零件这样，这个零件就是这一块。你把它设在里面之后，你弄好之后，你就会这样直接装了。当然这是高机动急用股啦，因为整只印出来要花蛮多料的，所以这个是测试的。大概就是基本的支撑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啦。我觉得没有很复杂，就是说你要使用上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主要一个支撑要把这种地方可以拉住的。细支撑的就是说很多。细支撑很多，因为你在拆件的时候你也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你把它的接点设很细，所以通常是不会有伤口啦。那变成说你的伤口会是在这种粗的部分，你只要处理粗的部分就好，其他细的部分几乎是没有伤口的。这边就是大概简单的支撑的一些介绍，不过我想应该以后 3D 列印应该会越来越简单啦。因为这个 ACF 离心膜，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好处就是说，让你的成功率可以上升，因为它的那个拉拔力整个下降嘛。至于说速度的提高，我想那是跟机器有关系，可能是韧体的更新也有关系啦。速度我觉得你如果速度拉得越快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支撑你就不能设太细哦。你如果支撑设太细的话呢，其实如果说速度太快的话呢，你这个支撑还是可能会晃动或是断掉。所以说。支撑参数的设定跟那个速度的设定呢，我觉得这两个是
你要去做取舍啦。我这个人觉得是这样子。不过是因为这一次呢，它这个次升级呢，它那个速度跟以往比起来真的是提高太多了，所以有些东西还是要去尝试一下。只是说我设定到最后，我不会把它的速度拉到极限啦。它 S 系列好像要更快哦 ，S 系列的极限速度好像要更快哦。以上就提供给各位参考。